今天我们看一下挂耳咖啡。那最近我也是在直播间上了很多不同的挂耳咖啡，有不同烘焙度、不同风味的等等各种品牌的。比如说这个昌边挂耳，它是一个浅烘豆，用浅烘豆单品豆做的一个挂耳，它的一个造型也是挺特别的一个唱片样子的一个挂耳，就是冲起来会非常有接近单品手冲咖啡的一个感觉。还有来自 CISO 的两款挂，一个中深烘的，一个深烘的，就不同烘焙度。还有明谦的两个挂也是一个是中浅烘，一个是深烘，也是一个不同烘焙度的。还有智光式的挂耳的一个大盒子，是一盒是有24包，然后里面会有5到6种不同风味、不同烘焙度的一个挂耳。那这些挂耳都满足了我们不同的一个烘焙度、风味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来挑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个挂耳。那如果是送人，我们就可以选挂耳礼盒包装的。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开箱一个挂耳礼盒。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来自咖啡小镇的一款挂耳礼盒，我们一起来开个箱。打开是这么一个样子的，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手冲壶，然后有一个杯子，这两个应该是两款挂耳，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手冲壶挺可爱啊，就很小巧，这么一个壶，应该是一个就每次冲1份的一个量，然后是一个杯子，一个随身杯，直接把挂耳放在上面就可以拿来冲。看一下它的2份挂耳是什么？大脑停滞，来一杯美式。哎呀！包装还挺好看的，毕竟是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然后它的一个风味描述是奶油、草莓、蜜桃、玫瑰花香、柑橘差不多也在花魁的一个风味的范围之内，然后是一个浅烘的。浅烘的挂耳我们碰到的不太多，因为浅烘的挂耳它保鲜期相对会比较短嘛，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做浅烘豆的一个挂耳，然后它这个是浅烘的，然后是一个日晒的一个花魁，那我们就试试看它这个浅烘豆做的一个挂耳会怎样，打开看一下。对吧？它这个包装我觉得都挺好看，对，挺好看的。用来送人确实不错。然后它一盒里面是5包，一盒是5包，然后挂耳都是1包，基本上都是10克的。哇，还挺新鲜，就打开之后就能闻到香味。浅烘的挂耳豆就是一定要追求一个新鲜度，如果浅烘的挂耳时间放长了，它的一个酸臭味会特别的明显，所以一定要买新鲜的。玫瑰蜂蜜这个是最明显的，然后非洲豆一个很典型的柑橘的酸味也会有。那我们冲一下吧，好吧，冲一下，然后用它这个小小的迷你的手冲壶，我们来冲这个挂耳。好，我再教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来冲挂耳，怎么来更好的冲挂耳，用我们做手冲的方式来冲一次，层次感会更好，特别是对这种浅烘豆来说。好，首先我们也是做一个焖蒸，就把咖啡粉全部打湿。好，然后焖蒸30秒。好，30秒过后，我们就开始注水。我们也是尽量的绕圈来注水。那我们要注多少呢？一般1份挂耳我们会冲150克，150克的咖啡出来就可以。这就是一杯花魁豆子冲出来的手冲嘛，就区别跟手冲就非常接近了。柑橘、草莓，然后蜂蜜这些风味都有。这个花魁做的挂耳是比较适合我们拿来送人，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礼盒装嘛，然后2包，包括它的一个包装的颜值什么都我觉得都 OK， 然后这个迷你的手冲壶，然后这个杯子我觉得都适合拿来送人，特别是像这样的颜值应该女生会比较喜欢，就一个纯白色的一个配色，
白色加一个红色的一个配色，女生会比较喜欢。然后这个风味花魁这个风味也是我们大部分人或者是喜欢喝手冲的是可以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毕竟是个单品豆，也是一款花魁，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非洲豆。那如果你是喜欢浅烘焙做的挂耳的，比如风味像花香果酸，喜欢这个走向的，那你可以选择这款花魁做的挂耳。那如果你是喜欢更深一点的，比如中度烘焙或者是更苦的深度烘焙的挂耳，那你就可以选择刚开始我说的那些挂耳都可以选择，直播间里都有，都可以来看。然后这款的话可以去他们的店铺去看一下。就是我们买挂耳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是用什么豆子来做的，然后它的烘焙度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最适合我们的挂耳。那这款挂耳礼盒，你觉得它的颜值、它的风味适不适合你呢？